尊敬的面粉们好，恭喜各位，贺喜各位，你们都赚到钱了啊！为啥呢？长期紧跟面具人节目的观众们，应该都是吃到了 WAVES 这个翻倍练币的大利润了吧？哇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如此牛逼的练币了，翻倍的练币啊！各位这几天赚到了多少优？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说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胜利的喜悦嘛。当然了，你们赚钱了，面具人我也很高兴嘛，能够带大家赚到钱，让大家改善一下生活，非常好，我很开心。哦，对了，说正题啊，今天出了几件大事儿啊，这些事儿的发生呢，也是时候让我们重新认识所谓的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了，以及项目方的必要性。第一个大新闻呢，就是Axie 所谓的被盗走了17万个以太坊，想必大家也都略有耳闻了吧？今天面具人就给大家断一断这个事儿啊。毕竟呢，我对于 Axie 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很多粉丝网友都期待我能够评价一下这个事儿，没问题。然后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还要给大家来讲一下我让大家都买的俄国公链币 WAVES 啊，我已经说了好几期节目了。那这个币一直随着我的节目在暴涨，而且呢还翻倍了，现在呢甚至还有再翻倍的迹象。那在节目最后啊，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包括比特币接下来的走势的一个大预判。毕竟呢，你看比特币乐观看到4万5以上，面具人给判断准了吧？好。接下来比特币到底还是涨还是跌？那我还会给你们一个大方向的判断。今天我依然会帮你们说准啊，准不准？咱们走着瞧啊。看比特币接下来到底是涨是跌？毕竟呢，距离下一次的议息会议还有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想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让你的财富增值，甚至呢增值几十倍啊！那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要仔细的看完，对，我没说错，是几十倍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割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哦。那如果你看面具人的节目赚到钱了，或者呢，觉得面具人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请将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并且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都是可以交易的真金白银啊！中奖人数依然是10人，多多转发，中奖率会更高。OK， 咱们来讲正题啊，那就是 Axie Infinity 的侧链 Ronin 的漏洞遭到了利用，发生了巨大的损失。官方表示现阶段已经安全了，怎么安全的？是因为官方现在已经把池子锁了。当前 Ronin 跨链桥与 Katana 面具人的英语不太好啊 ，KATANADEX 都已经暂停使用，说白了就是锁池子了。按照现价计算，这次损失一共丢失了17.36万个以太坊，以及2550万个 USDT， 约价值为6.16亿美金。我的妈呀，17万个以太坊，一般人有上17个以太坊都不得了啊！17万个以太坊是什么概念啊？这个损失真的是非常的大。别急，这个瓜才刚刚开始。那被盗的这17万个以太坊是在 Axie 宣布被盗前的6天，其实已经被没了，已经被黑了，已经被转走了。那这么大金额的数字丢失，官方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呢，官方选择了隐瞒了6天。别急，瓜还在继续。事情宣布了以后，又有网友发现了很大一部分被盗的币被转入到了 FTX 的交易所。再往下说的话，有些更深层的黑幕，算了，不能讲。断人财路，这个事情我还是只在我的会员群里面讲吧。你们知道这件事儿不简单就行了啊。那至于公开情况下啊，大家就只能了解到这种程度就 OK 了啊。我不能讲太多啊，有些内幕呢我知道，但我不能说啊，只能给一些你们懂的。好，来说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面具人我只是说一下官方的这个行为啊，不说中间的内幕了啊。官方目前已经锁盘了 Ronin 链，并且呢，里面的币、里面的钱都给冻住了。那关于 AXS 啊，其实这个盘子、这个项目它已经快不行了。面具人，我之前也让大家跑路了。我告诉你，我之前提醒过你们，面具人也在2月8号，甚至去年11月份的时候做节目喷过 Axie， 提醒过大家啊，这个项目已经是昨日黄花了。我在会员群也还警告过，还在玩 Axie 的，他马上完蛋了啊 ！AXS 要完蛋了 ，Axie 要完蛋了。那为啥 Axie 会完蛋呢？很简单。你们想一个非常基本的逻辑啊，那就是一个赚了几十亿的团队，连更新个服务器的钱都舍不得花，你说他干的还是人事吗？他还会为消费者着想吗？为投资者着想吗？那说到这儿了，面具人我又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了啊，什么币呀、NFT 呀、道啊、炼油之类的项目啊，各种各样的项目。你就别说它去不去中心化了，我告诉你，全部都是中心化的。一个项目的价值、生死存亡，全部都是依托于项目方的。如果说项目方瞎搞，那你作为他的投资者、他的消费者，你就是个死。比如炼油，它的商业模式、创意、版本的更新、维护、生态的扩展、商业的扩展、商业模型的稳定、老板的格局，这些都会决定项目的死活的。包括 NFT 和币是一样嘞。项目方不营销，项目方不管这个币，不好好弄，甚至直接割一波撤池子，你看你死不死？你看这个币死不死？对不对 ？OK， 我们反过来再想啊。你们知道为啥面具人我让大家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尽量买链币，不要乱投各种各样的项目币不？为啥？还是因为生态的原因。我告诉你们，链币它是一个生态的基础，这一点我想必在座的各位没有办法否认吧？这个链上所有的项目都要用到这个链币，没问题吧？除非这个链的项目都死绝了。甚至项目都死绝了，链币也不一定会死，对不对？只要有项目，或者说一些项目死灰复燃了，这个链币都死不了。OK， 站在这层逻辑之上，我们再把这个逻辑反过来放回链油。你像链油、NFT 这些项目的大部分的项目方是不会考虑做大做强的，为啥？很简单呀，直接发个 NFT 赚个几百万就可以躺平了嘛，对吧？啊，我何必赚钱赚得那么辛苦呢？你像 Axie 一样，赚了几十个亿，赚了几辈子花不完的钱，他还费什么劲儿搞策划呀、写文章呀、做程序嘛、做设计嘛，累不累？包括其他的小的项目方啊，人家随便发个 NFT 赚个几百万，哎，够花几年几十年了啊，人何必？再辛辛苦苦的给你开发程序、做游戏啊，搞生态、搞宣传、搞促销，累不累？我告诉你们啊，目前加密货币市场里面的专业公司、商业公司几乎都没有，充斥在加密货币市场的都是一群坑他妈爹的啊，匿名的摆地摊的烂货。这些人的目的很明显，他就是摆地摊撸一把跑啊，赚到了就跑，明白了不？其实我们把事情往好的想的话，如果说 NFT 还有炼油这些东西，它有科学的商业模型、专业的管理团队、有专业的做事业的公司加入去运作的话，什么做事业的公司啊？就像阿里、腾讯、微软、暴雪这种，人家就不是摆烂摆地摊的公司，人家就是在做事业，人家就是想做行业标杆的这种专业公司去做 NFT 去做炼油的话，我相信是你也想会投的，你也会放心的去投的，而且它也确实能做大做强的，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加密货币项目的商业模型好，生态设计好，再加上有专业正规的人家想做事儿、想做事业、想做行业的这种正规公司去运作的话，那面具人我相信啊，凭借着加密货币自由贸易的优势，包括一定的匿名保护的优势，
我说的是对客户的匿名保护啊，并不是对项目方的匿名保护的优势啊。那这些优势加上正规的运营，是可以让我们这些散户赚到很多钱的。哦，刚才说到匿名制了啊，来，我再给你们说一说匿名制这中间的套路啊。其实匿名制的项目说白了啊，那就是完全的不平等条约。什么叫做匿名啊？来，我告诉你，那就是项目方对你匿名，你对项目方裸奔，你在项目方的面前就是完全的没有抵抗力的裸奔的小屁孩子。他想把你怎样就把你怎样，项目方对你可是匿名的，但是呢，你对项目方不是匿名的，项目方是可以完全的掌握你的生死和所有的数据和信息的。所以呢，匿名制本来就是一个坑爹的乌托邦啊！你如果说一个项目方，他告诉你他匿名，但是呢，他可以掌握你的信息，你不能掌握他的信息，那匿名制本来就是一个坑。项目方为啥要匿名呢？不就是为了方便跑路吗？把你割了不用负责任吗？面具人，我告诉你啊，以后呀，不是实名制的项目，尽量就不要做啊。就算是有实名制的项目，你还要看这个项目团队它的底色。比如说像那些穷国家出来的啊，像中国呀、越南呀、菲律宾呀这些国家的人，他们是没有这种格局和规划能力的，他们只想着赚快钱，赚到了以后，然后就躺平了，也没啥追求啊，有钱花不完就行了啊。虽然说中国这个国家不穷，但是中国人穷，大部分人都是想着割一波就跑。如果说你投项目的话，我建议啊，还是投这些白人集团的项目啊，当然跟种族歧视没有关系啊，咱们就事论事儿。白人做事情还是比较科学、比较严谨的，不像咱们华人呀，还有那些什么越南人呀，只想着赚快钱，而且胸无大志嘛，赚上个几百万就够了，就躺平了，觉得这辈子就花不完了，是吧？人和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呢，也造成了人和人做事儿的格局、做事儿最终做的大与小有很大的区别。来，咱们继续说一个实名制，我给你一个最大的例子啊。那就是你们很多人说，哎呀，项目方不实名会有很多麻烦的。那你来告诉我，项目方不实名制对他有什么麻烦？不就是对他跑路有麻烦吗？不就是对他割韭菜有麻烦吗？对不对？来，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啊，哪个主流链币的创始人他不是实名制的 ？Matic、雪崩、以太坊，还有那些什么 SOL 各种各样的链 ，WAVES。这些链的老板，这些链的投资方，这些链的创始人、技术员，你都是能查到人的啊。那链币跑路了吗？链币就跑不了路吗？对不对？而且正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信誉和实业的信息基础最基本的实业信息基础就是它的实名制，它的这些老板的身份信息嘛。那你只有这样的情况下，别人才敢给你投钱，对不对？否则的话你连谁都不知道，你作为一个投资人，你敢给他个几百万、几千万不？你连谁都不知道，他把钱一拿跑了咋办？你连谁都找不到，你连人都找不到，是不是？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小的那种项目大部分项目他也知道他自己做不大、做不强，因为他所谓的匿名，他所谓的走到哪儿都想把自己先隐藏起来的这种属性，就不可能赢得各种机构和投资的青睐，人家也不敢跟你玩，明白了不？所以面具人我说了这么多终其种种，所谓的项目方匿名制、去中心化的这些所谓的说辞，都是骗傻逼的，明白了没？面具人我就在这儿告诉你们接下来会有大量的强力公司入场的，都是真真实实、有理有据、有凭有据的。你跟着他玩，你心里会很踏实这些专业的强力公司、商业公司入场了以后，他们是要来这个行业里面做标杆的。你们如果能跟着面具人，我抓住了这波机遇，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Axie 算个屁，算个勾8。
之前加密货币占传统金融的比重还是很低的，你们记住，这几年来啊，加密货币、虚拟互联网金融占传统金融的比重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低有低的好处，低了代表它有更高的上升空间。面具人，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啊，今年是区块链市场主流化的元年，懂不懂？并且呢，还会有很多的爆点。今年是金融界的工业革命真正开始的一年，你们如果能抓住其中的龙头，别说是10倍了、50倍了，什么 Axie 50倍了，我告诉你，100倍都不是问题。好，咱们再来说一下接下来比特币的走势啊。面具人，我判断啊，大盘、比特币、加密货币市场会在接下来啊，有可能去走极端行情。究竟是往高了极端呢，还是往低了极端呢？来，你们听我说嘛。大家都知道，2个月以后还要有议息会议。可是呢，下次的议息会议当中是否加息还是个未知数，加不加不知道。但是咱们换位思考一下，面具人，我跟庄家换位思考了一下啊，你们听我的这个思想有没有道理啊？如果我是庄的话，我会思考2个月的时间，如果我把盘子拉起来了，好，到那个时候议息会议结束了。如果说加息了 ，OK， 那我就玩空砸盘，割追高的，对不对？如果说不加息了，那我就继续拉盘吸收韭菜，或者呢，如果说加息了，我把盘子拉高了，我继续往高拉，让大家觉得，加息了要跑了。可是呢，一下子这个行情就反过来了。如果说不加息啊，不加息，那我就割啊，我还要在盘子高的时候割你们。等于说2个剧本在兑换，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庄家进可攻，退可守。那我是庄家，我何乐而不为去这样做呢？听懂了没？啊，各位，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点绕啊，不过我相信智商高的你们一定能够听明白的。所以呢，面具人，我觉得大家应该继续保持乐观态度，看看接下来是否会出现极端行情的征兆。明白了没？如果说接下来还一直的嗖的向上冲，那你就可以继续乐观下去，并且呢，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啊，作弊啊，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和科学的财产规划。你作弊，你可以把你的钱分为2份儿啊，一部分用来做长线，一部分用来做短线。这样的话呢，你的心里就会很容易平衡了。那至于详细的仓位管理，我之后会在我的会员群里面经常讲的，包括呢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单独的列出来一期节目去专门讲这个事儿。哦，对了，大家再来观察一下这几天暴涨的俄罗斯公链币 WAVES 嘛，对不对？很多网上的人还在那吹牛逼，一会儿挺俄了，一会儿挺乌了，啊，一会儿信仰天了，一会儿信仰地了，信仰这个信仰那个了，支持这个支持那个了。面具人，我想说，你支持谁都不重要，你个穷逼，你能支持谁吗？啊，你没钱，你想支持谁？谁需要你支持吗？你个累赘，是不是？啊，你选择支持乌克兰，他选择支持俄罗斯。面具人，我选择赚钱，听懂了没 ？WAVES 这几天暴涨了，也看到了，让你们看到了面具人我对政治局势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现在的这个状况的判断。有多准了吧？我让你们买卢布，卢布从0.6涨到了0.7，现在可能会更高，爽不爽啊？这是法币呀，法币能有这么大的涨幅，听懂了没？啊，法币的涨幅都快赶上区块链的涨幅了，爽不爽啊？嘿嘿。继续说回 WAVES 啊，因为这2天涨得确实太猛了啊，几乎是1天的时间就翻倍了啊，而且呢，现在还有再翻倍的势头。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观众就好奇了，这个 WAVES 现在能不能买？那面具人，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啊，世界的局势摆在这儿，俄罗斯也有明显的意向要去进军世界主流的金融圈，再加上 WAVES 它连续的每天都在刷榜，刷到涨幅榜第1，而且还是个链币啊，那已经是出圈了。明白没？他现在已经杀出新手村了，他出圈了，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币牛逼了，而且他还是个链币，所以呢，面具人，我就可以给你们下一个定论啊，
你现在在高点想买的话，你去买，不必太担心。更何况 WAVES 最近还对接了很多资本，甚至包括俄罗斯的国家资本，而且它还在美国设立了研究中心，还在美国设立了很多机构。你们要记住，金融界永远都是锦上添花的，没有雪中送炭的。一个币在崛起期的时候，大家都会众星捧月，可是呢，一个币在衰落期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去拉它一把，大家反而都会争相恐后的恐慌啊，明白了没？所以呢，现在你想买 WAVES 的话，你不必太过担心你买到高点，你想在高点买你就买，明白了没？那这个话我昨天中午也在 WAVES 45左右的时候，当时已经快接近翻倍了啊！我的很多会员还在 FOMO， 觉得不买有点可惜了，但是又怕买了以后被套住了。我当时就在会员群里面发公告了，我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想在高点买入的话，你也不必太过担心有什么大的风险的，毕竟 WAVES 已经出了新手村了。然后呢，我昨天让他们继续买，在高点买。今天呢 ，WAVES 可就涨到了接近$60了。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些图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啊！面具人不吹牛逼不撒谎。如果说你想要更及时的加密货币操作讯息，以及参加今年的革新性的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也可以信仰这个信仰那个，去报什么 K 线画画班啊。OK， 我们下期再见，祝你好运发大财，改变你的命运吧。